我们今天来介绍如何在 Obsidian 里面能够快速的来新增灵感笔记，或者是称作闪念笔记。那灵感呢，通常都是来无影去无踪，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能够在最短的时间，用最快的方法，把这一些稍纵即逝的想法，也就是灵感，能够立即的记录起来。那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Obsidian 要用怎么样的方法，能够快速的来做灵感或者是闪念笔记的3种方法。我们要介绍的3个方法，前面2个都是直接使用 Quick Add 这一个外挂。那第一种方法呢是马上产生一篇新的笔记，第二个方法呢是把这些灵感呢马上记录到每日笔记里面，然后同时为了怕忘掉，把它给马上变成是一个待办事项。那第3个方法是使用外部的应用程式，比如说我这边用的是 AutoHotkey，在外部呢直接输入文字，再插入 Obsidian 的每日笔记里面。那这个 AutoHotkey 当然是只有 Windows 能够使用，那但是 macOS 的使用者呢也可以使用 AppleScript 啦，或者是 Alfred 啦这之类的工具也能够来达成。那我们在这一次的影片里面会使用到的，基本上主要的外挂会有 Template、Quick Add跟 Advanced Obsidian URI 这3个功能很强大的外挂。那这边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灵感笔记或者是闪念笔记，我们应该在1天或者是2天里面就要把这个笔记给清理掉。我们要把这些灵感笔记先做一个整理合并，然后要把这些需要保存的内容呢，能够把它给加到你的永久笔记里面去做永久的保存，或者是整理完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个闪念笔记、灵感笔记给直接删除掉。那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那这个灵感笔记呢也会越积越多，慢慢的它又会形成了另外一个资料的垃圾场。那这个对我们的知识管理呢是没有多大帮助的啊。因此这个闪念笔记呢，我们应该在1天或2天的时间里面来主动的来清理它。那另外一题就是我们对岸的朋友都习惯把这个 Fleeting Note 呢直接讲成是闪念笔记。那我查了一下台湾这边的资料发现就是闪念这个词在台湾是并没有使用的。当然我们望文生义看到这个名字，我们可以想到这个闪念应该就是灵光一闪的时候产生的念头，所以我在后面的讲述里面会用灵感、闪念这2个词会混着用了那反正他们指的都是所谓的 fleeting note。快速新增灵感笔记的第一个方法就是直接使用 Quick Add 新增一个 Template。那我们在这个 Template 里面呢，也可以再设置一个快捷键给它，这样子可以在 Obsidian 里面很快速的产生一个灵感笔记的一个档案。那这个产生出来的这个档案它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灵感，就是我们输入的灵感呢是同一个名称。那以下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操作步骤。首先我们就是要从 Quick Add 的选项里面，好，我们先进入外挂。然后在这个第3方外挂这边呢，直接输入 Quick Add， 找到 Quick Add 以后，点击这个 Options， 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 Options， 然后我们就要去最下面新增一个 Template 新增好一个 Template 以后呢，就按这一个 Add Choice， 它就会在上方出现。那这就是我这边已经新增好一个了那记得我们把这个闪电符号给点击起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个快捷键然后呢，我们再进入这个齿轮这个符号里面来做设定。那基本上我们要先指定好一个你的模板的档名所以我们也要新增一个模板它叫做 template-fleeting-note.md 那它是一个 template 的格式。然后在 file name format 这边呢，我们要把它勾选起来，然后在这个 file name 这一边呢，使用大括号 value 冒号。那这样子以后呢，到时候我们在产生这一个 template 的时候呢，它会弹出一个视窗，要求我们来输入我们这个灵光一闪的这些内容。然后再接着后面这边呢，我们要把 create in folder 给勾选起来，再指定一个资料夹给它。到时候我们产生的这个灵感笔记会产生在这个030-inbox 这个资料夹里面。那后面就是有关于产生完的笔记要怎么去做开启的一些设定那基本上就是通通把它给勾选起来就可以了。那这个呢就是使用样板的方法来产生灵感笔记，我们来试一下好，那我在这边设的快捷键我们就在快捷键这边呢输入 template。
那找到这个 Fleeting Note，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新增快捷键呢，给它一个快捷键。我这边用的是 Alt F 啊。好，那我们来试一下哈。我在这边直接点击 Alt F， 它就会弹出灵光一闪。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大括号 value 冒号这边弹出来的哈。那比如说我这边我们随便去找个资料好了哈。好，比如说我要把这一段内容呢，把它变成是我的灵感。好，我们直接把它给贴进来。那输入完毕以后呢，你可以再去做修改。不做修改的话呢，就直接按下 Enter， 它就会马上产生出一篇名称叫做跟我们刚刚输入内容完全一样的一篇笔记，然后会把这个笔记呢的 title 它的标题都带进来。那在这边呢，有额外再去从系统简介部里面把系统简介部的内容也给直接带进来了。那因为刚刚我们系统简介部最后的内容跟我们输入的内容是一样，所以这边就会变成都一样的内容。但是事实上，如果你的系统简介部是有去复制别的内容的话，这边会出现你系统简介部最后面复制的那一个内容。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这个 temperature-fleeting-note.md 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淹没区呢，这个就是跟我们平常一样的内容那只是我把这个 text 呢，为了方便做分类因此把它加上了一个 fleeting 跟 to do 这两个标签。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从我们的系统简介部把内容贴进来呢，就是使用这一段我这个内容跟我这个实际执行的这个脚本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你这边可以看到我这边是用那个Admonition 这个外挂把它给挂起来了我们还是直接看一下我们实际的这个 template 好了template fleeting 就是这一个。那在这边我们进入编辑状态我这边呢有用这个 ad-info 把我的系统简介部的内容给整个含刮起来那这样子因此它才会形成我们刚刚这样子的一个 admonition 显示的一个内容。那这个呢，就是直接产生成一个独立的笔记档案的第一种方法。那它的缺点当然就是因为你每一个灵感都会产生一个独立的档案，因此最后你就会需要一个来做删除或是搬移档案的这些操作。那因此就多了一个档案操作的动作了。快速新增闪念笔记的第二个方法，就是直接把新增的内容呢，直接加到我们的每日笔记里面。那这样子呢，我们就省掉了多产生一个新的笔记档案的一个动作了那这个方法呢，我们也是一样要透过 Quick Add 这个外挂来达成。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做设定好，我们先进入设定，找到第三方外挂，再找到 Quick Add 的选项好，我们在这边已经找到这个 Options 了。那我已经建好一个了那当然我们一样操作的方法我们这个呢要把它改成是使用 Capture 的方法来做，因此这边要把它改成 Capture， 然后输入一个名称以后按 Add Choice， 它就会在上方出现那我已经做好一个在这边 Capture 冒号 Fleeting Note。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齿轮里面我做的一些设定好，第一个我们是要把我要截取的内容呢，把它产生到一个我的指定好的档案里面来。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每日笔记的档名那就是020-daily。那这个是我放每日笔记的资料夹。那后面呢，用大括号 date 冒号，然后指定我的每日笔记的档名的格式那这个我们在日记的那个选项设定里面要设定好那这个就是我每日笔记的档名。因此我们截取到的内容是要直接存入每日笔记里面来像以今天为例，它就会存到2021-10-10底线周日这一个每日笔记的笔记档里面。然后后面如果档案不存在呢，我们让它可以自动产生因此这个要勾选起来。然后后面呢，因为我要把它形成是一个待办事项，因此我这个 task 呢要把它给勾选起来。然后我们要插在我的每日笔记里面会有一个段落那个段落呢，它是用2级标题叫做灵光一闪。在这个灵光一闪下面呢，它会产生我们要插入的内容。那我们是要在这个插入到这个段落的后面因此把这个end of section 这个给勾选起来。那如果说它找不到灵光一闪这一个标题的话，那它会自动帮我们补到最后面因此我这一个
create line if not found 呢是把它选择的 bottom 放到最后面。那后面一样就是开启笔记这个面板的方法。那最后面这个 capture format 呢，我们就要直接输入我们希望要操作的脚本。那这个脚本其实也很简单了，第一个就是我们把我们系统剪贴簿的内容给取出来，放到 text 这一个变数里面来。然后后面呢，我们再弹出一个使用者输入的视窗，让使用者来输入他的灵感。输入完毕以后，我们把输入的内容里面的换行符号都把它给换成的是BR 这一个 HTML 的标签这个就是 HTML 里面换行的标签。那最后我们再把这个整理完的内容给输出到我们的笔记里面来。那最后面我们再多补上了 template 的档案的游标位置那这样子，当我们这一个每日笔记产生完以后，它会多产生一个这个 cursor one。那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设置好的移动游标的按键直接跳到我们这个指定位置里面来。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二种方法，我们来操作一遍看看。那因为这个动作我们没有使用快捷键所以我们要先用 Ctrl P 命令面板里面呢找到 Quick Add， 好，然后再执行这个 Run Quick Add 或者是用我自己设定的这个 Ctrl Q，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 Capture Fleeting Note， 好，它就会先把我们系统剪贴簿里面的内容给贴进来了这个是我们系统剪贴簿里面的内容。那我们可以再做修改，如果不做修改，直接按 Enter， 它就会直接马上把这个内容呢贴到我们这个周日的这个每日笔记里面来。那你会发现这个里面怎么只有这一个因为它自动不存在的话会自动产生。那基本上我们的每日笔记应该是都会先产生好了那我们先把这个删掉，删除档案，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 calendar 里面点击今天今天这个10月10日这个日子，点击一下，然后呢 create。 好，那这个就是会根据我们每日笔记的样板产生出来的实际的样子那这个动作呢我在上一支影片里面已经有介绍过了我们会上面会有 tasks， 然后后面呢我们多增加了一个灵光一闪这一个段落这个2级标题。那我们再来试一遍Ctrl Q， 然后找到 Capture Fleeting Note， 好，那一样是输入这一个系统剪贴簿的内容，直接按 Enter， 它就会直接把这个内容呢直接写到这个灵光一闪这个段落里面，而且它会变成是一个待办事项的一个状况那因为有了这样的状况以后呢基本上我们在这一个上面的这个任务的这个分派里面其实就会直接看到这个内容。那这样子呢，到了明天，如果说你这一个灵感还没有去做处理的话呢，它会显示出来，它都会提醒你要再去做处理，因此我们就不会忘了来处理这一个灵感笔记了。那这个 cursor 呢，我们就是直接用我设的 hotkey 是 Control Tab 我按一下 Control Tab， 它就会移动到我这个设定的游标的位置。好，那这个呢是第二种直接把灵感呢写成是待办事项，写到我们的每日笔记的一个做法。那它的缺点当然就是我们不管是第一种方法或第二种方法，我的操作呢都必须在Obsidian 里面才有办法操作。但是有时候有可能我正在执行的档案我正在执行的应用程式呢并不是 Obsidian，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透过外部的程式透过Advanced Obsidian URI 这个外挂，直接用一个 Obsidian 冒号的方法把内容直接写到 Obsidian 的笔记里面来。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三个方法，用外部程式把内容直接写到 Obsidian 的笔记里面呢，我们必须透过这个 Advanced Obsidian URI 这一个外挂。那它基本上就是送出一个 Obsidian 冒号斜线的一个内容，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指定的内容呢直接写进来了那我在这边就写了一个简单的 AutoHotkey 的脚本那我们来操作一遍那在这边我就指定了我使用的储存库我的储存库现在用的名字叫做 MOC 啦，然后我的每日笔记的路径就是020-daily 斜线那这是我的资料夹，那后面就是年月日底线星期几这样子的一个格式的每日笔记，然后我要写进去的2级标题呢也是叫做灵光一闪那这个跟我们刚刚的方法2是一样的。那我会弹出一个多列视窗，输入完毕以后的内容呢，这就直接写入我们的我们的每日笔记里面来。我们先把每日笔记给开启起来就是这个
周日这一篇啊，我们把它开启起来了。然后呢，我这边我在外部设定的 hotkey 我是设了 Alt D，那这个就是你的脚本可以自己去做修改。我没有执行我来执行一下，就是这个 Auto Key 我先执行一下。好，我们在另外一个程式里面呢，按下 Alt D，它就会弹出一个视窗，那会先把系统简介部的内容给贴进来。那你在这边呢，你可以再做修改比如说我们在做随便打一些内容完成以后呢，你可以按 Alt O 来触发这个 OK，或是直接点击这个 OK 这个按钮。它就会把内容呢直接写到我们周日的这个每日笔记里面来了我们到后面看一下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产生的内容，我们进入编辑模式。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外面 test 刚刚输入的这一个 test 1234这个内容，它就直接又写到这个灵光一闪这个段落的后面那透过这样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把外部的输入的内容呢，直接就写到我们的每日笔记里面来了。好，那我们再来详细看一下这个语法到底在做什么事情。真正我们做的一个动作其实是这个，我们只要去执行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语法，就可以把内容给写进来了那要做哪些事情呢？就是我们在这个 Obsidian 冒号斜线后面呢，要使用这个 Advanced Dash URI， 然后问号后面呢，就是我们要传入进来给 Obsidian 的参数给这个外挂接收的参数。第一个 Vault 呢是指定你的储存库 ，File Path 呢是你的要存到哪一个笔记档案里面去那我们这个 Note 呢，当然就是每日笔记那这个 Heading 呢，就是你要放进来的你的标题的名称我们是井号灵光一闪。那这个 Data 呢，就是你实际上要写进来的内容。那后面这个 mode 等于 append 呢，我们是用附加的方法把这个 data 给写进来。那我们只要用这个 Obsidian 冒号这样子的写法呢，就可以把内容给输入进来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直接使用 AutoHotkey 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透过了我们这边列的这3种方法其实我们都可以很快的在第一时间就把我们想要记录的东西给直接记录到我们的 Obsidian 里面来。那这个对于我们的灵感笔记、闪念笔记都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希望今天介绍的方法对大家平常的操作能够有很大的帮助。谢谢各位。